刚经历了炎热潮湿的夏季，很多人都被湿气缠身，身体哪都不舒服，整个人很虚弱。睡了一个晚上，起床后仍然觉得很累，头很重，大便时感觉很黏，黏在马桶上，冲不干净，头发油腻，皮肤暗沉，舌体两边有齿痕，身体虚胖，怎么减都减不下来。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学会一套蝴蝶坐，打通脾经，让你的湿气跑光光。长期坚持，气色和身体状态都会越来越好。第一步，蝴蝶式抖腿。我们坐在床上或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两脚心相对，脚跟往回收，尽量靠近会阴部。两手捉住脚尖，脊背挺直，两腿像蝴蝶翅膀一样上下有节奏的扇动，保持这个姿势抖动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很好的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脾经，促进血液流入盘骨和腹部，滋养全身，让我们精气神越来越足，特别适合久坐的人。第二步，双手轻轻握住双脚，上身往前倾，上半身尽量往下压，保持这个动作5秒。有些腰不好的朋友要量力而为，放慢速度，不要过度追求贴近地面。好，回来，重复做5次，可以很好的拉伸到身体两侧的脾胃经络，畅通气血，濡养脾胃。第三步，拍打小腿和大腿内侧的脾经，用空心拳按着脾经的循行路线，从脚尖开始往上拍，一直拍到腹股沟，反复拍5分钟。在拍打的过程中，遇到有疼痛的地方，要重点的拍打疏通，不通则痛，把它拍到不痛了，就畅通了。脾经一通，多余的水湿就会顺畅的排出去。其实很多人的脾胃在夏季已经被伤害到了。脾是喜燥恶湿的，夏季潮湿闷热，加上很多人有吹空调、喝冷饮、吃生冷水果、蔬菜的习惯，这对脾胃的伤害非常大。我们要及时把它养回来。我自己用的方法是南怀瑾大师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贴肚脐贴。大家去菜市场买7粒花椒、1颗桂圆肉、少量艾绒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完全捣碎，搓成一粒一粒花生大小的小环子。每天晚上睡觉时，取1粒放在你的肚脐上，贴上胶布。早上起床摘掉就可以了。最好双脚的涌泉也各贴1个。现在的天气又热又湿的，不少朋友都能明显感受到湿气对身体的影响，每天都想睡，上班打哈欠、打瞌睡，整天昏昏欲睡，做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。下班回家后立即躺在床上，浑身无力，甚至连吃饭都懒得吃。还有一些朋友是手脚沉重、腿脚浮肿、胸腹胀满、食欲差等等，反正湿气重的人整个夏天都不好受。下面我教大家拍打一个排湿开关。取坐姿，把一条腿放在旁边的凳子上，微微往外侧，要用手拍打腘窝，稍稍用力拍打整个腘窝的位置。在腘窝的中心点上有一个重要点位，叫尾中，走的是膀胱经。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祛湿通道，而尾中就是这个通道上的排污口。如果这里不通畅，湿气会排不出去。好，每次拍打100下，拍打到微微发热。湿气重的人拍打一会儿就会出痧，正常的，坚持拍打。现在是夏天，湿气最重的时候，可以每天拍打1次。过了这段时间，平时可以每周拍打2到3次，有助于排出积蓄在体内的湿气。拍完一边腿，我们再拍另外一边腿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夏日是湿气
最猖獗的季节，同时也是祛湿最佳的时间。我们要捉住这个机会，好好给身体祛湿排湿。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湿气重了呢？大家不妨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下几点：一、晚上睡觉越来越差，经常打呼噜；二、早上起床后刷牙干呕，舌苔厚腻；三、上个厕所发现小便赤黄或者大便溏稀，捏马桶；四、每天困得要命，哈气连连，整个人疲乏无力；五、口干、口苦、口臭；六、四肢浮肿，肚子又大了一圈，等等。如果有这些情况2到3点以上，那你就要多注意祛湿排湿了。湿气重不用怕，只要及时祛湿排湿就行。我们人体有4大排湿口，这4大排湿口分别是两腋、两肘、两臂、两锅，刚好这4个地方就是人们常说的八虚。只要我们坚持拍打疏通八虚，就可以顺利把身体里的湿气给排出去。拍八虚很简单，首先我们先来拍打腋窝，我们手握空心掌，对着腋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每次拍打100下以下，左右的腋窝都要拍。接着我们来拍打肘窝，也是手握空心掌，对着肘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每次拍打100下以下，左右手的肘窝都要拍。接着我们来拍打两臂，臂窝就是我们腹股沟的位置，也是手握空心掌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每次拍打100下以下。最后我们来拍打锅窝，手握空心掌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每次拍打100下以上。拍打完八虚，我们可以在晚上临睡前贴下肚脐贴，帮助身体更好的排出湿气。肚脐贴是南怀瑾大师一生所推荐的祛湿好方法。现在我教大家制作肚脐贴，准备桂圆1颗，花椒7颗，艾绒少量，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，然后捣碎，搓成一个小丸子，这样肚脐贴就制作完成了。大家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多做的放在阴凉处保存，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用。晚上睡觉前取1颗放进肚脐眼里，然后用贴布贴上。第2天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，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。坚持贴肚脐贴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身上的湿气慢慢变少了，口也不臭了，人也不乏了，大便也不加马桶了，等等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5月又称毒5月，这时候天地之间又湿又热，人体里也是又湿又热，这种天气人很难受。这时候第一需要健脾运化水湿，第2需要清热，身体才会舒服一些。如果我们不注意，放任身体一直湿热下去，身体会容易滞留垃圾，人也变得丑丑臭臭的。从饮食上说，湿气最怕这3类食物，又湿又热的日子里要多吃。第1类食物是豆子，豆子多入脾经，可以健脾、去热、祛湿，如白扁豆、黑豆、黄豆、绿豆、豌豆、红豆、毛豆等都可以多吃。第2类，冬瓜，冬瓜的性质是清凉的。随溪居饮食谱说，冬瓜清热、养胃、生津、涤秽、除烦、消痈。夏天煲冬瓜汤非常不错，但是一定不要去皮，它的皮可以不吃，但一定要连皮一起煲汤。冬瓜是祛湿的能手，冬瓜皮更是祛湿的高手。第3类，绿色蔬菜，蔬菜属木，木能达土，即令脾胃气畅达。夏天我们经常待在空调房里，冷气容易扼杀生命本来的一团阳气，变得寒湿起来。多吃菜，自然可以少吃一些肥甘厚腻，还有助于生痰湿的肉类，身体也就自然清清爽爽了。
还给大家分享一个更简单便捷的方法，教大家躺着就能健脾祛湿。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在肚脐上贴肚脐贴。下面我教大家制作肚脐贴来帮助祛湿。准备桂圆1颗取用，花椒7颗，艾绒少量，把这些材料放在一起，然后捣碎，搓成一个小丸子，这样肚脐贴就做成了。大家可以一次性多做一些，把多做的放在阴凉处保存即可。晚上睡觉前取1颗放进肚脐眼里，然后可以贴上贴布。第2天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，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用。想要现成肚脐贴的朋友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即可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有很大一部分人嗓子哑了，感觉好像是有东西糊在里面，吐也吐不出来，结在喉咙这一块了。如果有这种痰结的表现，我们可以找胃经上的丰隆穴。丰隆被誉为化痰奇穴，它既可以化有形之痰，也可以化无形之痰。比如说像梅和气一样，常常点揉丰隆穴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古人说痰多一向丰隆循，所以丰隆历来就被奉为我们人体自带的祛痰至宝。但凡与痰有关的问题，都可以通过丰隆穴调养。丰隆穴在小腿前外侧，我们先找到外踝尖，然后往上量8寸，这里是3寸，定一定，6寸，2寸，到这里就是8寸，然后距离胫骨前缘1.5寸，2个手指在这里，然后呢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仔细的点按，点按到压痛点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丰隆穴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用拇指稍稍用力的保持适度的压痛感，左右穴各点揉5分钟。丰隆穴还是胃经的络穴，联络脾经，所以丰隆穴能调养脾胃2大脏腑，有规律的点揉有很好的祛湿祛痰的作用。如果你痰多，湿气又重，要多用丰隆穴，每日3次，每次5分钟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很多人对自己明显的眼袋很苦恼，想了很多办法，都拿眼袋没有办法。在传统养生里，眼袋明显，这都是脾虚惹的祸。所以很多人明明作息没有问题，眼袋也是很明显。为什么脾虚会导致出眼袋呢？传统养生认为脾主肌肉，眼袋就是我们眼部的肌肉太松弛了，没有弹性，所以要减轻眼袋就一定要健脾，这个才是根本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减轻眼袋的方法。我们只需要坚持艾灸、公孙、水分这2个穴位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眼袋。公孙穴位于人体的足内侧，当第1指骨基底部的前下方赤白肉际处是太白穴，太白穴再量1寸，这里就是公孙穴，按中会有明显的酸胀痛感。水分穴位于人体的腹部肚脐向1指宽处，这里就是水分穴。穴位都找到了，然后我们用点燃的艾灸条分别对这2个穴位做悬灸。先灸水分穴，
10分钟，然后再灸双腿的公孙穴，各10分钟，每日1次，灸5天，停2天，再重复。坚持灸，脾胃功能就会旺盛，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得到加强。通过身体的循环，肌肉的弹性会慢慢回来，慢慢就会紧致起来了。有时间再对眼部做热敷，每次10分钟。坚持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眼袋没有以前明显了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气虚、脾虚、湿气重的人很普遍，这个健康问题覆盖各个年龄段，所以我收到的私信咨询有很多都是问这类的问题。这个视频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脾虚湿气重是中医养生的说法，在中医里，脾是个很广泛的概念，不仅仅是一个器官。中医认为，脾主运化水谷精微，把经过胃处理过的食物脾，然后把食物中的营养运化到其他5脏6腑、身体肌肉组织。脾虚了，也就是脾的运化能力下降了，虚弱了，水谷精微不能完全运化，这些不能吸收的部分主要是水液这一类的，这些积累下来了，就形成身体内的湿气，时间长了越积越多，所以脾虚的人往往都会湿气相对重。脾虚湿重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产生身体的表现，除了感觉疲惫、食欲不振、精神不佳等等这些，还有肌肉也会出现松弛。脾还主肌肉，肌肉开始出现松弛了，最常见的就是眼袋，所以想去眼袋，健脾祛湿是关键。大家可以时不时看看自己的舌上，看看有没有齿痕舌，发现有这个舌上，一般提示你有脾虚和湿气。气虚简单点的理解，就是我们元气不足引起的一系列的身心变化。中医里，气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，由肾中的精气、脾胃吸收运化水谷之气和肺吸入的清气共同结合而成。气虚就比较复杂一些，因为气藏于5脏，包括肺气虚、肾气虚、脾气虚、心气虚、肝气虚。通常情况下，气虚必然与该脏的功能相互联系。气虚涉及全身各个方面，所以比较复杂。一般感觉自己柔柔弱弱，说话声音小，有气无力，活动就容易面色苍白，满身大汗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有可能是一种气虚的提示，建议及时去正规医院找有经验的中医看看。脾虚湿气重、气虚的人，在积极遵医嘱调理。那么这里再给大家一个穴位保健的方法，每天抽点时间刺激一下穴位，坚持点揉，对脾虚、湿气重、气虚的人都有帮助的。我们取穴健里、气海、阴陵泉、丰隆。下面我们来讲讲这4个穴位。健里穴位于人体的上腹部前正中线上，当其中上3寸，就是同身寸4横指。这里就是气海穴，位于腹部正中线脐下1.5寸处，这里是肚脐，往下量2横指。这里就是阴陵泉，在小腿内侧，我们沿着胫骨内侧缘往上推，在弯曲处有个凹陷，这里就是阴陵泉穴。它是双侧穴，
左右小腿内侧各一穴。丰隆穴在小腿外侧，从外踝尖往上量8寸、3寸、6寸、2寸，这里就是8寸处，距离胫骨前缘2横指。按中有明显的压痛感，也是双侧穴，左右小腿各一穴。找到穴位，点揉就可以了。每个穴位5分钟，每日3次。脾虚、湿气重、气虚，如果症状比较明显，在用穴位做保健的同时，更要积极遵医嘱治疗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夏至过后的五毒穴，湿热最盛，湿气重的人在腿上能找到一个很明显的痛点，这个点就是承山。承山是膀胱经的点位，膀胱经受寒后，寒湿之气循经而上，最先淤积在承山穴处，所以这里最容易藏湿藏寒。因此，很多人这里按揉起来会有很明显的酸胀痛感。寒气湿气越重，按起来越酸胀，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穿高脚裤，爱露腿、露脚踝，容易造成肾经、膀胱经受寒。自古以来，祛湿都要用到它。下面我带大家脚承山。脚承山，我们先把脚跟提起来，这里是腓肠肌，腓肠肌尖角中点处，这里就是承山的位置。找到位置后，最简单方便的就是用自己的拳头来拍打它，用我们的全面关节对准承山的区域，稍稍用力的敲打，这样连续敲打49下，然后换另外一只脚也是一样，49下，左右敲完为一组，可以连续敲3到5组。很多人刚开始敲打的时候，承山的位置很疼很胀，越是这样，越需要坚持敲打，坚持疏通，酸胀感就会慢慢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身体微微发热，这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因为坚持疏通承山，就是疏通了膀胱经上的重要点位，膀胱经上的阳气在起作用了，身上的寒湿正随着微微升高的体温向外散逸，身体的湿气寒气就会越来越小。夏天人人都知道要祛湿，10人9湿，但是身体的湿气从哪里来？脾生湿，其实根源在于脾，所以想要湿气小，首先要脾好。脾胃不好的人，湿气就肯定会重。今天教大家疏通腿上的一条健脾线。如果你脾胃差，湿气很重，或者夏天生冷的瓜果吃多了，现在夏天这段时间坚持每天早上推一推健脾线，把脾湿都推出来。健脾在于小腿内侧三阴交到阳陵泉这一段就是了。三阴交穴内踝尖直上3寸，也就是4横指这样一量，这里就是三阴交穴。找到三阴交穴后，用拇指沿着小腿胫骨内侧往上推，推到这里，推不动了，这里有个凹陷，就是阴陵泉穴。我们要推的就是这2个点的连线处就是这一条。大家可以用手指来推，我喜欢用这个梳子来推，因为它更容易受力。用这个位置，也更容易去找脾经上的淤堵点就这样子往上推。用手指推，手很容易累，不容易坚持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从三阴交开始，顺着骨缘
往上走，慢慢就推到阴陵泉的位置啊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推。在做的过程中，要仔细体会一下这条线有没有特别疼痛的点，如果有，就要停下来，侧重的疏通一下。比如说这个点是比较明显的疼痛，好，然后就把它疏通到不痛了，脾经也就通畅了，多余的水湿就会顺畅的排出去了。大概疏通5分钟左右，疏通到有微微发热的感觉最好。疏通完一边脚，我们再疏通另外一边。方法也是一样。好，从这里往上推，就这样反复的往上推。湿气重的、脾胃不好的，第一次推到这里会很痛，要坚持推。也有一些人一边推一边打嗝，也是正常的，继续推，坚持把脾经疏通了。湿气重导致的皮肤出油、脸色暗黄、有眼袋、容易疲劳、拉肚子，都会有所改变的。除了推健脾泻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独特的方法，能帮助你健脾祛湿，非常适合懒人。这个方法就是贴肚脐贴。夏天我们吹了空调，吃的生冷瓜果，饮的冰冻食物，都是在不知不觉地偷走我们的阳气。你仔细感受一下就知道，是不是夏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很虚很累，不想动，不想吃东西，吃东西不消化，这都是身体阳气不足的表现。今天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不给脾胃增加负担，躺着就能补足阳气。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贴肚脐贴。这个配方来自南怀瑾老先生，他在《我说参同契》中说，用桂圆肉1颗，花椒6、7颗，加上艾绒一同打蜡，晚上睡觉时挑一小点，小指甲那么大，放在肚脐上就行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也易于大家坚持。下面我教大家在家里自制肚脐贴。提前准备桂圆1个，取桂圆肉，花椒7颗，艾绒少量，把这3样材料放在一起捣碎，然后搓成一个小丸子，这样就做成了。大家可以一次多做一些，做够2到3个月的数量，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贴。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取一个放在肚脐上，贴好胶布就可以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，贴之前最好在肚脐里滴上1滴白酒，促进吸收。除了贴肚脐，建议脚底的2个涌泉穴也一起贴上。艾草有地上太阳之称，特别是端午前后的艾草能量最足，能驱寒散湿，通全身12经，擅长温暖身体。花椒能散寒除湿，解郁结，通三焦，温脾胃。桂圆能补脾肾。这3种材料做成的丸子贴在肚脐上，对身体的能量非常大。大家都不要小看了我们的肚脐，肚脐是会吸收的，能吸收能量。现在夏天尤其要注意肚脐的保养。哪些人适合贴这个肚脐贴呢？脾胃差的人、湿气重的人、身体有痰的人都可以贴，都应该坚持贴一贴。夏至之后，这时候外界的阳气最旺，你看看地下的井水、地下室就知道了。夏天的井水、地下室都是冰凉冰凉的，而地表的温度却很高。我们的身体也一样，体表的阳气很旺盛，而体内的阳气相对较弱，特别是脾胃的阳气更弱。所以从夏至到小暑这15天，脾胃最难受。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脾胃。很多人在这段时间，甚至整个夏天都不想吃东西，胃口不好，还容易拉肚子，或者肚子摸起来凉凉的，这都是脾胃的阳气小了引起的。还有，加上这段时间的湿气浊气重，也容易让人不舒服，让人疲惫，只想躺平。养脾胃
我给大家首推的动作就是揉腹。揉腹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可以站着、坐着、躺着都可以。双手重叠放在肚脐上，要以肚脐为中心，先顺时针揉5分钟，再逆时针揉5分钟。可以每天有空的时候就揉10分钟，坚持揉一段时间，对脾胃大有好处。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的朋友，这时候姜就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姜既能温暖我们的中焦脾胃，又能去中焦脾胃的寒气。或者是一些喜欢吃寒凉水果或者冰凉饮料的朋友，体内的寒湿多，造成脾胃虚寒。吃姜既可以把贪吃生冷寒凉积攒下来的寒气散掉，又能温暖中焦脾胃。当脾胃得到温暖，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将更为顺畅，进而转化为气血，滋养全身。